以卵击石，谈不上对抗。那6月4号的清晨，部队进去，有坦克进来啊，对空开枪啊，整个广场都是枪声。对空鸣枪的同时，它也会有一些乱枪嘛。这有说你活下来是个奇迹，用后颈进去。医生看到还有检验报告说我是被短手枪近距离打的，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理论上军人拿的是步枪，所以一定是军官。我不觉得我有那么高的价值。如果我们算老几啊，对着我开枪，这是不可能。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徐忠茂大哥呢，他过去是记者啊。当时这个6·4事件是为什么会去采访这件事？就是因为报社派我们去嘛，那出了2个月了。后来因为在那边时间很久啦，所以要轮班嘛。有几个同仁先走，我去接班。我碰到杨度，同班飞机，所以有很多的惊奇的巧合。后来我们就到北京嘛，我们去1个礼拜，我们就碰到了。那当时到了之后是主要就采访，那也有采访到政府官员吗？没有，不可能。所以，但是你要从各种摸索里面，我记得那时候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一个海报上面看到杨尚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里面的讲话。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旁边有人在念，我就把它录下来，回到旅馆里面去抄。我们当时是用抄写的方式，也没有传真机，就用念的，另外一边用手写。资讯传播好珍贵哦，而且很昂贵。我等于是去那边大概2、3天，我就拿到一个很大的独家新闻。就也有同事也是长官级的，一看说这个东西很多，因为那时候很多传单嘛。对，但他看走眼了。因为那个消息出来之后没多久就要清场，不是清场的问题，就是他在中央扩大会议里面的讲话，透露了对6·4对不同成员的那种反应。那个是很内部的东西。那个消息怎么会跑出来？我就觉得有人故意把里面的文件拿出来，有人想要做政治操作了。不一定，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它不算海报，它就文件的一个油印本，然后贴在墙壁上，非常震撼的内容。也完全透露了中央政治局在这个事情上不同成员的态度，尤其是杨尚昆。对，因为会议是他主持的，他就很不高兴，然后就批评赵紫阳。后来6月4号的清晨嘛，我们本来前天晚上已经在那里了，那我们就回来，因为已经开始部队进去，非常的知道事情状况。对，我们看到坦克进来啊，烧坦克啊，对空开枪啊，已经进来那个，是群众已经跟军警在做直接性的对抗。其实谈不上对抗，因为那个是以卵击石。他们能够烧坦克车，就是因为还没有动手嘛。你然后可能个人就对。等于军警还在做克制，但是很大的克制，但是群众情绪已经上来了。后来也不太克制了。对。那我们回到旅馆以后，后来我就在到了5点的时候，我跟杨度还有赵木松，我们3位有发完稿嘛。我们的于小姐是对于范英我们在跟报社通电话的时候，于范英还跟我们讲说你要小心哦，小心那边好像很乱啊，看起来报社得到新闻就是开枪啊怎么样？那我说好，没有关系，或许我太自信了，但是我跟阿杜，我跟赵木松，我们就在约了因为从东方饭店走到广场南边大概要15分钟。我们走回去的时候，街上都是烧焦的军车、卡车，广场上学生正从南边撤出去。军队已经进来了，就是坦克碾压那些帐篷嘛。看他们越逼越近，阿杜就跟我讲说，中茂从这边过去，他们从另外南边的一个东郊民巷那边撤出去。但是我就没有撤出去。对，我大概你是在照相吗？我没有照相。对，我就站着看的。你在后来逼得实在太近了，我只好走。我就走到正南门的时候，我就整个失去记忆了。那很明显的就是有听到枪声吗？没有。都是枪声啊，不是到处都是枪声。对啊，整个广场都是枪声啊，不是听到枪声。那个就是坦克进来的时候，就是都是枪声的。但是当然他们是对空鸣枪，就驱离民众，同时他也会有一些乱枪嘛。但是我回来以后，医生的弹道还有检验报告说我是被短手枪近距离打的。可是你附近有军警吗？很多啊，就是部队啊，对啊，部队啊，不是。那他知道你是台湾的记者？不可能知道啊，不可能知道。他就把你当成学生，因为你那时候很年轻。也不一定，就看你不顺眼或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我到现在还不太相信，他们医生是有科学的嘛？是。他说近距离短口径，那就是很近的对着你打手枪。我不觉得我有那么高的价值。除非是某个军人真的是看我很不顺眼，一枪拔出来开。对。可是理论上军人拿的是步枪，不是吗？所以一定是军官开的。军官开的。对。可是当时我打下去的时候，就有人过来
是谁救了你？那个当时一个小木匠，他把你送到医院的。他们就跟一伙人就把我送到医院。我就问他，我要问他说你在旁边有没有看到有人靠近我？他说没有这种感觉，他说那边有几个都倒下来。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相信说我是被短口径近距离射杀，从高层到下一个系列，非常的紧张，就是说你不知道哪个部队哪一个政委是忠于谁，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不是说对我们这些小咖的，一定是党政军系统里面哪一些不确定的分子，或是效忠赵紫阳的这一系的。所以当时还有各系不同的不，你想想看嘛，为什么天安门事件会拖延了2个月？只有一个原因而已，不是学生有多了不起，那个学生一压就垮了。这一个原因就是中共高层本身是分裂的，决策上是意见是完全不同的。对，所以他们没办法联手来下一个决定说这么做。所以如果高层是没有分裂，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拖2个月的。我讲的是实际的。我说我们算老几啊？但是旁边你中到医院目前，他有看到你怎么中枪也没有？没有啊，他就说那边他刚刚看到有人倒下来，对，那边几个人倒下来，所以我估计是乱枪。包含你之外，还有当然啦，就是这个我不能说，就是几个人倒下来，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那你后来医院躺几天呢？我在北京待了6天，后来就赶快把我接回台湾，我就在台湾大概休养个半年，后来我到日本去休养一下。哇，这个医生有说你活下来是个奇迹。对啊，非常大的奇迹。从后颈进去。对啊，反正这个我们细节我们不提 ，OK， 好不好？这个没有必要再提，因为我不想觉得很恶心嘛。我觉得不需要谈那些。但对您的生活确实造成了。当然啦，我的人生很大的改变啊！后来我就不能当战地记者了嘛，那太太也不可能接受，就开始找新的方向。后来我就搬回台湾，开始生儿育女啊，孩子也。但是我也依然做国际巡回记者，对，做很多地方，但是不再去战地了。OK， 因为91年的沙漠风暴，总编辑希望我去，我太太说不能去。我就不做，我没办法去了。你的故事很精彩，让人很想一直想。我有看你的文字，厚实，跟现在的那种报的手法是不一样。可是我讲话，其实我的文字是很浅显的，对，但是会有种厚实感。我说的厚实感，并不是说文字难懂，反而是因为好懂，所以带给人一种厚实的感觉。那这件事有没有让你留下 PTSD？ 就是我们说创伤后症，就是想到这事情。不会，我唯一的，当人有一种自我治疗的本能，是的，就不会去想过去，所以对我来讲没有，而且我不是很喜欢去谈这种事情，因为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只是我人生中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它并不是我的某种所谓的成就，成就是辛苦的耕耘累积的那种成果。我希望强调的这是个经历，对，所以一直拿着出来，好像我没有做过其他事情一样。这不能怪你，这是我个人的好奇心，跟你没关。但这件事后来您还是待报社，但接着对你的人生的观念或者是想法或你想做的目标或跟后来创立了徐州茂图文馆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应该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对，那时候也不大，42岁，所以谈不上退休嘛。